陆夫人呐，真是人美心善呐！要不是她捐款，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，早就活不下去了。阿弥陀佛，温施主悲悯度人，善缘深重，自有回响。大师，新年极乐，寒冬难熬，我愿捐款1000万，让大家过个好年。谢谢陆夫人，谢谢陆夫人。谁能想到，她以前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，10年前温家姐妹选亲。这是你爷爷当年定下的婚约，一个是金勺子，一个是木筷子，谁抽中哪个就嫁哪家。她好命抽中陆家，不仅成了豪门夫人，现在更是跃升为市首富夫人，这福气眼界真是别人比不了的。姐姐，凭什么你这么好命，成为首富夫人，而我却嫁到农村，一生凄惨？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好过，去死吧！温瑶，你所期盼的荣华，于我而言，不过是枷锁。阿弥陀佛，万法唯心造，诸果由因生。唯愿二位此次能重塑因果。我不是死了吗？这场景是10年前我和魏瑶选亲的时候，难道我重生了？金嫂子，我选中了！看来他也重生了。温暖，上辈子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仇虎一时，我定要逆天改命，享受荣华富贵，成为首富夫人的人必须是我。瑶瑶，好孩子，爸爸看你从小就有福气。这筷子就是你的了，以后在农村要是过得不好的话，别过来烦我啊。想让我嫁到农村，可以，必须把妈妈留下的嫁妆都给我。不行！凭什么把妈妈的嫁妆给你？你个贱人也配！你要是不给我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我等陆家来接你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他，你的屁股上有颗痔疮。温暖，你个贱人！不行，我绝不能让到手的荣华富贵飞了。那都是我的。爸，等我嫁进陆家，这点小钱算什么？100万都随随便便到手。行啊。拿来吧你。哎，放心吧，爸，你就等着享我的福吧。温暖，从今天起，金钱、权力、宠爱，这一切都会属于我，而你只能受苦受穷一辈子。我过得怎样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这一世，我一定不要再成为任何人的傀儡。我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温暖，日后你要是穷到活不下去了，尽管来求我。做妹妹的，或许还能赏你口饭吃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哎，你这是暖暖吧？我是程江的妈。程江他一时忙走不开，所以我就先来了。这孩子长得俊，穿的也洋气，愿意和我回乡下吗？
怎么就你一个下人来接亲啊？小陆总和陆夫人呢？阿姨，怎么回家？哎，好闺女，再回家。少爷和夫人说了，你爱来不来，不来我就走了。哎，爸，你看。哎呀，他只是一个下人，咱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赶紧嫁到陆家，赶紧上车。等我成了首富夫人，还有谁敢看不起我？走，咱们回家。你是要炸死他爹呀？农村的环境真好，终于离开那个好闺女，令人窒息的一路上没家。坏了吧？下车吧，小心点啊！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没事吧？是儿媳妇吧？你是我爹。不，我是你爹。陈大牛，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扫地弄得乌烟瘴气，院子里坑坑洼洼，跟你说了800遍，就是不修。刚才弄得差点摔倒了。阿姨，我没事。疼！这儿媳妇刚进门，你给我留点面子。我都改名改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叫我小名？叫小名怎么了？小乔，漂亮姐姐你好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灰灰，我们以后可以一起玩哟。小强，不让你玩老鼠，你还玩，你都把嫂子给吓着了。对不起，漂亮姐姐。没关系，小灰灰是吗？真可爱。小乔，以后多多关照啊。行了，孩子，进来吧，回家了。好，走。好闺女，别站着了，快坐。我们家条件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碍事，我这样挺自在的。你不用勉强，你要是不习惯，现在想离开，我们也不怪你。对，这婚约呀是老一辈定的，现在这不都讲究什么婚姻自由吗？我没勉强，我很喜欢这儿，我愿意跟你们生活到一起。比起陆家的冷漠，我更想要一个温暖的家。太好了，暖姐姐不走。哎呀，暖呐，我们城江一个庄稼汉子能娶了你，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上辈子我没有见过城江，听说他又丑又老，但不管长得如何，我都不会离开这儿。儿子回来了。这是城江，也太帅了吧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臭小子，傻愣着干啥？这是你媳妇儿，赶紧叫人呐！哎呀，去！抱歉，我应该去接你。你好，我叫温暖，以后我就是你老婆了。臭小子，看见老婆走不动路了，快去把给暖暖准备的5金拿出来，继续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。现在呀，
外面都流行这个。这次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啊，这些你先拿着，以后再给你补啊。金价现在1克都要900多了，5金至少也要5、6万，哪怕只有1克，也是人家的心意。少奶奶好，少奶奶好，这才是我温瑶该过的生活。找了这么多年，难道真要一场空？哎妈，那可是华国首富，人家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别急，总会找到的。老公，妈，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！既然进了陆家的门，我陆家的规矩就要遵守。是陆家什么规矩啊？我怎么没听温暖提起过？首先，新妇进门需要不吃不喝，跪到晚上7点。7点？可是现在才上午10点，还有9个小时呢。闭嘴！大吵大闹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就是跪7个小时呢，温暖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其次，每日向我请安。最后，景轩是你丈夫，要以他为尊，事事顺从。我可是很受欢迎的，以后我带女人回来，到时候不要大惊小怪。可你是我老公啊！要不是爷爷定下的婚约，你觉得就凭你的身世，你进得了我陆家，更别说做我妻子。所以，知足。上一世从未听说过陆景轩在外面有人，温暖能获得他的心，我绝不会比他差。这些规矩，瑶瑶都记住了，以后一定会严格遵守的。陆家是豪门大家，该有的体面都会有。这是你的5金。这种名牌首饰，一套起码要30万。温暖那边就算翻箱倒柜，估计也凑不出一样像样的破铜烂铁吧。真是想想就痛快。来了。5块金砖，是一块的100多万吧？这是假的吧？这东西这么便宜，有假的？便宜？哎，以后啊，让小江带你去打凤冠手镯啥的，带着那才漂亮，小坤的都喜欢。对，以后你想要什么跟我说，我都给你买。买。我这是在做梦吗？哎呦，看着孩子都饿出毛病了。今天儿媳妇来了，得庆祝庆祝，赶紧啊，烧火炖鱼。走。我不饿，阿姨。这酒去腥，正好。茅台、炒菜，300年前的粉彩花盆吗？这可是拍卖会拍出了5000多万呢！咱们得赶紧弄吧，啊，别让暖暖饿着。啊，烟尾鱼，这么具有收藏价值的鱼类，小强，来，小强。你家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？就是种地的呀。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可忙了，一会儿去这座山，一会儿去那座山。山？那你们家种了几座山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不知道。哥哥说等小江长大了就可以数过来了。那至少有10座山以上了。难道是华国首富？啊，姐姐你怎么了？小强，你爸爸是不是叫程天明？我爸叫大牛啊，我妈平时都叫我爸叫大牛的。不过爸爸总说他改名了，叫什么来着？也是。这华国首富怎么会住在乡下？他们没有钱，买不起真的。这假黄金恐怕是他们能拿出最好的东西了。你要是在这住不习惯的话，
我去城里给你买几套别墅住。没事儿，我在这儿挺好的，就是城里普通楼房也要上100万，他们根本承担不起。这个卡你拿着，想买什么就去买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是你辛苦赚的，而且我自己有钱。我的钱就该归你管。别人都说老婆管钱，越管越有啊，是不是小霞？都给暖姐姐，我长大以后要赚钱，都给暖姐姐。这男人倒是挺真诚。行，那你以后要是缺钱了，随时来找我。行，无论里面有多少钱，哪怕只有几百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。这里面只有1个亿，确实不太多。我以后要努力赚钱了。开饭了，来开饭，来，吃饭，吃饭。哇，好香啊！来坐吃饭。老公，我特意学的按摩手法，舒服吗？比那些技师好一点，你还算有点用。老公，既然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你的卡能不能给我呀？人家都说老婆管钱，越管越有。疯了，管我要去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吧？敢管我要钱，黑点脸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吧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听好了，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以后要是再这么没规矩，就给我滚出来！我不要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让妙妙在床上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不行，如果真的让他接我走了，我在陆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所以才想关心你的一切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喜欢我？人家已经喜欢你好久了，今晚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？你好骚啊！这么看，你还有点姿色。今晚我就成全你。即使厉景轩有点小能力，但他还是厉家少爷，未来的监视首富，而你欧米只能和你的燕雀乱舞乡巴佬过一辈子。暖姐姐，被窝我已经暖好了，快来睡吧。真乖。哥哥，我们和暖姐姐一起睡。小霞，多大？过来，自己睡。小兔崽子，是不是不听话？生气了啊！3、2、1，走。哎呀，哇，好结实，肯定好摸。干什么呀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就是刚才突然发现被子不见了，我想去找找来着，但怎么都没找到。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只能睡一张床了。是这样。喂，我去找小强睡了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这就走了，真是个木头。暖暖，没打扰你吧？咱们乡下冷，这是我自己做的棉袄，别看那样式丑，穿上可暖和了。前世
陆家只在乎他们的豪门面子，根本不在乎我到底冷不冷。给我穿上。景轩，今天外面只有-10度，我能不能穿其他的？你就算在外面冻死，也不能丢我们陆家的脸。真的，妈不骗你，这比你们城里那些羽绒服都暖和。妈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好闺女！过年喽，进屋吃饺子喽！嘿嘿，好香啊！哎，来，哎，好丰盛，哎，年年有余。好香。来，暖暖吃，暖暖吃，尝尝这个，多吃。我够了。尝这个。哦，暖暖，明天初2回门，也是你头一次回娘家。咱们农村呐，比不上城里，但是这礼物啊，还是要准备的啊。你等着，爸，我去拿。陈老哥，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拍卖得来的武术大红袍，专机配送，1两千斤呢！啊，听说你爸爱喝茶，拿回去给他喝啊。等会儿你还想买什么？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茶已经够了。那个家礼数到了就行。暖暖真是个好孩子，太懂事了。是啊，这么好的儿媳妇，光送这个，这也不够啊。要我说，咱们一起去，隆重点，是吧？对，给咱儿媳妇好好把面子撑足了。对，面子撑足了。来，吃吧。妈，您喝茶。连杯茶都敬不好。大过年的，真是晦气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大年初一我不和你计较，回去吃饭吧。谢谢妈。还算有点眼力劲儿。妈，老公，明天就是初2了，该回娘家了。您看我该拿点什么礼物回去啊？就你那失脸爸，也配得到我陆家的礼物？我爸肯定不配，只是我姐温暖跟我一起回门，她嫁到了乡下，我害怕她嘲讽咱们陆家竟然连礼物都不拿。一个乡下村妇他也敢？陆家随便吊点渣，否则他们家这辈子都赚不到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我们陆家的颜面不能丢，给你5万，自己去买吧。谢谢妈，谢谢老公。肯定是那车，那车多好，是吧？是啊。哎呀，来了，回来了。这看着是真不错呀。瑶瑶，姑姑可想死你了。哎呀，这当了豪门夫人就是不一样啊！这身上这都是牌子货吧？哎呀，这气质也是变好了呢。瑶瑶，这位就是陆总吧？哎呀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陆总，我是瑶瑶的二叔。那个，我们瑶瑶能嫁给你，是我们温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是啊。来，景轩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里面请，里面坐，来。爸啊，姐姐还没来吗？你管她干什么？她不回来最好。那可不行，她必须来，我要让她亲眼看着我过得有多好。走。爸，爸，哎呦，温暖呀，这好歹也是过年回门。你看人家瑶瑶开豪车来的，你骑个小破电驴，穿的跟村口的傻媳妇似的，三姑都差点认不出来你了。我穿上要扔的破烂儿啊，都比你这土棉袄强。温瑶，我这身衣服比你那一柜子华而不实的东西强10000倍都不止。三姑认不出来，那说明你眼睛出问题了，你该去医院看看。你个孩子，这样怎么话？我们好歹是长辈，这么说都是为你好，不识好歹。我发现你
二叔这么喜欢收桑，那不如先关心关心自家儿子吧。我听说堂弟去年就没毕业，这教子有方的本事，还是先紧着自家用吧。大哥，他都这么说，你都不管管？温暖，他们是长辈，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我差点忘了您了吧？我从刚进来，他们就一直笑话我，您一言不发。我这刚回嘴2句，你就跳出来指公道了。您这芯片的都快蹦出嗓子眼了。你，这是少教啊！温暖，我看你就只会耍嘴皮子上的功夫，实际上吃了很多苦吧？大过年的，你老公都不陪你来的呀？他临时有事。再说，见你们这群人，用得着我们夫妻双双把家还吗？哟，还临时有事推了呢。我看他是没脸见这些人吧？光过年那些礼，那个乡巴佬都拿不出来吧？爸，这是我和锦轩的拜年礼，百年银针。哎呀，百年银针！哎呀，哇，大哥啊，我研究茶叶这么多年，这百年银针那可算是茶叶中的上品啊！就这一盒，至少值5万！5万！哦，给我放下，给我放下！来，季轩，咱回屋。瑶瑶走，走。哎呀，来，坐。来，快坐。你们陆家出手啊，就是大方。这一盒茶叶就要几万块钱，季轩，你破费了啊！一点零花钱而已，对我们陆家来说不值一提。瑶瑶，你可真是嫁了一个好老公呀！不像某些乡巴佬，人来不了也就罢了，连个礼物也不知道送。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该不会是你那个乡下老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吧？看他穷的那样子，怕是连鸡蛋都送不起。哎呀，要真是那些东西，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就你们这种嘴脸，给你鸡蛋，我都替鸡蛋委屈。哟，原来你送的也是茶叶呀？这茶叶连个牌子都没有，不会是1毛钱1斤的那种吧？别动，这是1两千斤的母兽大红袍啊！儿子，这些东西千秋会不会看不上啊？时间实在太匆忙，只来得及准备这些。如果岳父不满意的话，我就把房产、股份什么的都给他。好啊，说的没错。虽然咱家条件一般，但咱不能让暖暖丢份儿啊，是不是？是。母树大红袍，得了吧，那可是历史性藏品。她老公一个乡下人，怎么可能有？二叔，你怕是看错了吧？不会看错。你们看，这上面还盖有华国收藏的印章，还有这满屋的茶叶清香，这就是母树大红袍啊！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种传说中的存在。这茶叶竟然这么逼真，连温德山都骗过去了。乖，那这一盒还不得上千万呀？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暖暖，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女儿，这盒茶叶我收下了。一个假话而已，也值得你们这么吹捧。这茶叶啊，我陆家想求1两都求不到。现在你跟我说这么个乡巴佬，随手就能拿出1罐，哼，真是可惜。温暖，你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你选择个其他的，真是丢死人了。唉，你们呢，也就知道，除了会扒着价格标签给自己找优越感，还会什么？你承认了？温暖，你竟然联合乡下那些穷鬼，合起伙来骗咱爸，真是不行。茶叶最忌讳的就是造假，这简直对茶叶的亵渎。你送不起礼也就算了，拿个假茶叶来撑门面，你把你爸放在眼里了没？哎呀，我真是造孽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赶紧拿着这些破烂东西给我滚！
香味绵长醇厚，分明是顶级好茶才有的气韵。不可能，那乡巴佬怎么可能拿得出真东西？一定是我被气晕了头，鼻子都出问题了。这茶叶给你们这种烂人喝，才是真正的糟蹋。有我们这百年银针在，爸才不喝你这假茶。就是，没办法，穷乡僻壤出来的，所以就只能搞些仿冒品，充充门面吧。哎，你那个老公叫什么来着？哦，陈江，和首富陈江也行。同样都是姓陈的，怎么有些姓陈的就只会些招摇撞骗之类的？啊！这一巴掌，我上辈子就想赏给你。老公，陈江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都脏的跟不是。你敢打我？温暖，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老公！不仅还要打你呢！你这个逆女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立刻马上向你妹妹妹夫道歉，快！怎么想跪舔他们？可我没有这种趋炎附势的性质。温暖，你就是嫉妒我，嫁得比你风光，过得比你好。像你这种人，就只配跟乡巴佬过苦日子。你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就他只有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人。你当快活，在我这儿还连给陈江贴鞋都不配。是，真以为我不敢打你是吧？你们快抓住他！我今天非得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出去！你们这一家人也就这点本事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这副上不台面的嘴脸。好，像你这样目无尊长、满口谎言的逆女，就是欠教训。魏瑶，你也给我打，要让他知道，辱骂我陆景轩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温暖，我知道你也出身，但我今天告诉你，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你都得死在我手里。你敢拍我，你个混蛋！南姐姐，我们来啦！大江啊，这地方对吗？你别错了。是这儿，我来过。暖暖，我们来啦！给我滚出去！哼！放开他，姐姐！放开儿媳妇儿！你们谁敢欺负我儿媳妇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有人在欺负我老婆吗？这是陈家的标志，是皇国首富。没事，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我就收拾他们。你是程江？不是说你又老又丑吗？怎么会这么帅？这群乡巴佬怎么会有首富陈家的标志？动我老婆，活腻了！你也敢打我？你敢打我老公？你个乡巴佬！你敢欺负儿媳妇儿，我扇死你！脸皮可真厚，手都痛了。你个老太婆，你敢打我，还有那个破鞋！我打死你！松手！松手！哎呀！老头，你快看，好多钱，好多好东西啊！这是首富的标志啊！他们也姓程啊？难道他们真是首富？哎呦，您就是亲家母和小江吧？哎呀，我是暖暖的爸爸。
暖暖能嫁到你们家，真是我们温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少套近乎了，这1两千斤的茶叶，不也是你扔的吗？这真的是千金难求的武术大红袍！哎呀，这么说，这一盒值不多，也就抵得上10个温家。哎呀，我这个贱手，他怎么把它给扔了？不是，一不小心把它给弄掉了。哎呦，这可惜了。话说小江，你是给我们准备的过年礼吧？是啊，这是我为暖暖家人准备的惊喜，所以我才知道。哎呦，这些金条哪怕是分我一成，我也是富婆了。华国首富的老丈人，从今往后只有别人给我鞠躬的份儿。哎呀，好，那这些礼物我就笑纳了啊。但现在这些礼物跟你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呀？你没听到吗？我老公说你不配。他喊我老公。暖暖，这什么配不配的？我是你亲爸呀！哎呀，咱们只是刚才有一点小误会，爸最疼你了。是啊，我是你亲姑，从小看着你长大的。哎，等等，我可是你亲二叔，从小到大我最疼你了，是不是？都疼。刚才按着我，逼着我低头认错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你们是我的至亲？真没见过你们一家这么不要脸的，还当爸呢！从小到大，有把大小姐当成过亲生女儿吗？还有你们这2个亲戚，大小姐有难的时候不帮衬也就算了，还落井下石，如今搭起了秋风，这吃相不要太难看。你少说2句吧你！原来这些年你们就是这么对暖暖的。没有，我告诉你们，她不是你可以随时利用、随意丢弃的工具。以后你们不护着她，我来护着。你们不心疼她，来疼。没错，暖暖以后就是我们程家的人，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也要保护暖姐姐。暖暖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再坐会儿啊，再坐会儿再走啊。这些东西都给你们了，回家好好过年吧。都是我们的，那拿呀！走！哎，不许拿！这些宝贝都是我的，你们不许抢！放下！哎呀，不许拿呀！不要抢！别走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抢走的话，明天开始我就不领你们出去干活。呸！我们不干了！你个老贼，钱给的少，架子还大，谁想给你干？闭嘴！哎呀！我的钱呐！哎呀，我好糊涂啊！我这是干了什么事儿啊？我的富豪梦啊！他们要是华国首富，怎么可能穿成那样子？而且怎么可能把那些宝贝给那些下等人？说明这些都是假货。可是那是程家的标志啊！那东西肯定是他们伪造的呀！他们就是想装成有钱人，让我们难看啊！这个不孝女是故意来整我的。温暖，今天这个耻辱，我以后一定百倍还给你。暖暖，你这也累了一天了，快去休息吧。爸，刚才那些礼物和程家的标志都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都看过了，都是真的。暖暖啊，其实我的大名叫程天明。所以，你真的是华国首富？你真的是华国首富？外面是这么叫。暖暖，家里现在所有事我都交给小江了，我也没有再管。说实话，好久没人管我叫程天明了。我们应该跟你说这件事的，是我们的疏忽。再说我们家这情况，说出去也没人信呢。我应该早就发现的，这么珍贵的古董，
就用来种葱？这有钱人就是朴实无华啊！暖暖，你喜欢这盆呀？大牛，明天去库房多搬几个出来，我给暖暖呀种小香菜。妈，一个就够了。好。可是你们这么有钱，怎么还住这儿啊？我们就是种地的，那土地就是根啊，我们不会离开这儿的。这老农民呐，就是靠土地吃饭挣钱，到哪儿都不能忘本啊。况且呀，左邻右舍串门的，多热闹啊！就是，比城里强。感情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、最难得的东西。其实我是你的妻子，妈，我是您的儿媳妇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看在我们的感情上，不要再让我去求婚了，好不好？温暖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可笑的话。陆家不存在感情，只有利益。我也很喜欢这儿，以后我们就一起生活在这儿。好啊！走，回家。这孩子这么大了还尿床，走吧，和爸妈一起睡。我今晚在客厅睡吧。那个，今晚回房间睡吧。我在客厅打个地铺睡就行，我身体好。喂，一个大老爷们扭扭捏捏的，你去洗澡，我在房间等你。今天还真是个好日子。我在想什么呢？程强，为什么家里停电了？我怕黑。锦轩，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酒精过敏，你放我出去吧，我不敢了，放我出去吧，放我出去吧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妈。别怕，这里电路一直不稳定，一会儿就来电了。明天我就让人去修啊。等一下。Beneath the endless sea of stars, lost in the glow of the light. 구름 속은 안마이다. 잠시 날 본 것만 같아. You are the falling star. 老婆，那个明天我要去市集卖新研发的橘子，你陪我一起吗？新研发的橘子，你们城市居然还做这个？不过那种橘子应该很贵吧？他们买得起吗？市场呢是按10万元一斤，但我想着乡里乡亲的，就按普通橘子价格卖吧，让大家伙尝尝鲜吧。好，我陪你一起。你那个乡巴佬姐姐，欺负到我陆家的头上，当我陆家没人了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就是妈，他居然敢打你儿子的脸！这件事稍后再说，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妈，说真的，是什么消息啊？
首富现在在帮村里卖水果，我求了你们城主舅舅，才拿到合作机会。明天你们立刻去程家村，务必把这件事情办好，搭上首富的线。啊！来看一看了啊！这是什么？好香啊！烧饼，我可是村里打烧饼最好吃的。小舅媳妇儿，送你一个尝尝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我买一个吧。这是光明之海钻石，至少要1000万。这是赵叔花过3大下手之意。谢谢赵叔啊！好吃常来啊！走，跟我走。哟，小娇媳妇吗？来俩包子。哎，叔，给我来一个素的，一个肉的。哎，谢谢叔。姑娘，到大娘这看看，尝尝大娘这蛋糕。姑娘长得真好看，大娘真喜欢。谢谢婶儿。谢谢大娘。走。来，姑娘，汤圆儿，这是我们家包的汤圆儿，啥味儿都有。现在来婶婶家玩啊！谢谢。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呐！我替暖暖，谢谢大家了啊！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这些人都是隐藏的富豪吗？什么人都有，他们只是觉得在这儿自在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是华尔街金融恶后苏老太太，还是觉得跟王老太吵架比较有意思。你个死老太婆！那他们知道你是首富吗？没说真实身份，不想外人来打扰。就2颗葱，你至不至于啊！这不是葱的事儿，当年索罗斯见了我都要绕道走，你竟敢动我的葱，我打死你！我去劝一下。好，来下来，怎么样？消消气。好了，哎呦，好，回家。怎么回事？走，不闹了。哎，老婆，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橘子摊，卖8毛钱一斤。哎，小江，是小江，哎呀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今天收购方来咱们村收购水果，这个事儿多亏你带头，否则不会这么顺利。村长，那是我们的水果品质好，打出了金字招牌，大家都抢着跟我们合作。谁要是能合作上，底下都羡慕呢，是不是啊，村长？你们家种橘子了？村长，好吃呢。品质可真好，要不要一起收购？家就不用了，我就是想卖给大家伙尝尝鲜。哎呀，你看我差点就忘了正事儿了，大伙儿都在等你，一起商讨一下收购细节呢。好，那你去吧，不就是卖橘子吗？我可以。那我去了。哎，注意点啊！上辈子去的只是冷冰冰的宴会，这里温暖热闹，真好。这什么破鸡事啊！连车都开不进来，脏死了！这是屎啊！该死的乡下！要不是首富，我死也不会来这里。我的爱马仕呀！大家看看新鲜的橘子，卖橘子了！温暖呀，温暖，你老公不是有好几车宝贝吗？怎么出来摆摊了？一群乡巴佬就只配在这又脏又乱的地方卖东西。这点橘子卖的钱，是你们过年的钱啊！好狗不挡道啊！要摆少爷小姐的谱，回你的城里去，别在这耽误我做生意。就你这仨瓜俩枣的，还叫生意啊？
对了，我们这次不是来程家村收购水果的吗？我们可得好好把关呢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可是和首富谈合作的。要是收了这些又苦又酸的烂橘子，该怎么和首富交代？原来你们就是收购方。我们家橘子不参与此次检验，你要检测去别人家。你这么快拒绝，肯定是有鬼。怎么可能？天儿不灭，还带着清冽果香，比我吃过的进口橘子都好吃10000倍。行，这橘子就当请你吃，吃完赶紧滚。什么玩意儿，又酸又涩的，就像你们乡下人种的水果呀，就是又脏又难吃。这种低贱东西，只配给你们这种底层人糊口。往上数3代，谁家不是农民啊？陆锦轩，你家爷爷就种苹果起家，你忘了？温阳，我们老家就在农村，你现在装什么上等？温暖，你少在这强词夺理了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。既然你这么宝贝这些橘子，那我倒要看看怎么。这什么人呐？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捡起来！凭什么捡？你们这些不合格的橘子，我身为收购人有权利捡。我说了，我们不参与检验，听不懂人话，捡起来！别装了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你现在跪下来跟我们道歉，或许我们还能勉为其难把你这些烂橘子给收购了，给你条活路，省得让你那个乡巴佬老公白毛分着。你们是死了吗？需要别人给你磕头送终啊？我说了，捡起来，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？哎呦，老婆，我好怕，我还是给他捡起来吧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的葱！这人太过分了啊！这个人真有太过分了吧？老公，我也来帮你。都是神经病啊，这都是！哎呦，还什么堂堂大少？这说话做事那一切能看，真是活该，活该，活该，真是活该！你们两个老不死的想干什么？老不死的，没人敢这么教过我！你踩坏我的葱，踢你葱又怎么样？好啊，打得好，打得好啊！滚回去吧！滚回去！该打！你们竟然打我！人家小江媳妇儿体面人，俺俩可不是专门治你们这种不要脸的。打你们这2巴掌，是教教你们什么叫尊老爱幼。哼！他都这么对我了，他还体面人？你们这群刁民！好，就得这么打！好，你疯了！你3番2次得罪陆家，你不想在江城混了？得罪又怎么了？敢毁程家的东西，欺负老人，他就该的。我跟你们拼了！你呀，就知道应付老公的东西，一辈子就这点出息了你！你打他，使劲打，好小子！等等，看我陆俊轩好欺负是吧？好呀，那今天我就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老公，你快打死他，我来助他们。程江，别胡来啊你！哎呦喂！老公，你的漂亮的，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让一下，村长来了啊！村长来了。小江媳妇儿，都怪我把小江喊走，才让你被人欺负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可惜了这些橘子。不，橘子不重要，橘子也重要。交给我。你个乡巴佬，竟然还敢打我脸！我跟你拼了！还敢欺负我老婆？上次教训的还不够是吗？啊！那个乡巴佬竟然会这么害怕！不行，我必须夺回我陆氏的颜面。你们橘子不合格，我身为收购自然有权处理。哎，原来他们就是收橘子的人啊！ 1个月前，要不是给程初一个面子，
我才不会把程家村收购水果的机会给他们。听到了吗？我们早就拿下你们村的水果收购权了，打你像烂橘子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橘子不在收购范围内。你说什么？小江的橘子确实不在本次收购。你们刚才毁掉了每一颗橘子，都要照价赔偿。没错，赔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赔钱都不能少，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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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赔就赔，1000块够不够？8毛钱一斤，最多100斤，这还多了呢。温暖，剩下的就当我可怜你们。100斤，总共是1000万。1000万？你疯了？什么橘子10万块钱一斤啊？没见识就别出来丢人了。这是精心培育的红宝石品种，论斤买都便宜你们了。什么狗屁红宝石？你们这是敲诈！等我报警抓你们！看清楚，国家农科院的认证和指导价，红宝石柑橘特级品，市场价10万一斤。好，赔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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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红宝石柑橘说：“老伯，怎么办啊？”闭嘴！都是你惹的祸！收购整个村的橘子才200万，买这一堆破橘子要花1000万，我妈肯定饶不了我们。事情没解决，谁都别想走。怎么了？大名鼎鼎的陆家还想赖账不成啊？谁想赖账？我身上没带够钱。哼，没带够钱啊？那，哎呀，这些东西差不多值1000万了。我的爱马仕金，我的 LV 鹦鹉手袋，还有我的香奈儿黄金项链。这群下贱乡巴佬，给我等着！等我和首富的合作一敲定，我非要让你们跪下求饶不可！你怕是没这个机会。马上取消和陆氏的水果收购合作。终止合作？你以为你谁啊？皇贵首富吗？你个乡巴佬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！你装模作样给谁看呢？喂，妈。你个蠢货，做了什么？刚才你就来电话说首富取消和我们的合作了。什么？取消合作？为什么？喂！这下就完了。难道他真是首富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温暖绝不可能这么好运，一定是巧合。该死的乡巴佬，你使了什么下三滥手段，让首富取消和我们的合作？好啊，在我们面前还敢轻吵架，给我打出去！你这些乡巴佬，一口一个乡巴佬，一口一个乡巴佬，早就想揍你！就让你们这些城里人尝尝我们乡巴佬的厉害！打他！打死！别打脸！打他别啊！哎呀！暖姐姐，今天是元宵节，但是我专门给你做的超大号汤圆，哥哥都没有啊！哎呀，还玩？赶紧回去吧！走，换衣服。儿子，我不汤圆你们来包啊！这小家伙还挺黏你的。小强也很可爱，我也很喜欢他呀。你也进去休息吧，我来包。我们一起掰，你教我。来，这个怎么包啊？这个，你看啊，先这样，按个小窝。哦。把馅儿放进去，然后啊，慢慢的往上收。这样。程老师，你教教我呗，怎么弄的？这样。这是慢慢的收上去，虎口收拢。我好像
会了。可是，我喜欢这样叫你。老婆，我们结婚吧。爸妈，哦，来，那个，我想跟暖暖把婚礼办了。好啊，我们早就想把你们结婚的日子给定下来。要不1个星期后怎么样？不，3天后。3天后。哎呦，看你这孩子猴急的。暖暖，你喜欢中式的还是西式的婚礼呀？那个老李也别度假了，他不是那个什么世界级裁缝吗？哦，赶紧做婚纱。行。这个京市最好的酒店啊，是这个江海酒店，我让他们把所有预约都推了，专门给你们办婚礼。我要当唯一的小花童，给你们送戒指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我去通知村里去。好，不用，我就想在家里办个简简单单的婚礼就好了。那不行，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非常的重要，怎么能委屈了你呢？就是啊，暖暖，在家办也太寒酸了吧。妈，豪华酒店有什么好啊？冷冰冰的。再说了，我就喜欢咱们家的小院子，而且有我爱的人陪在身边，比什么仙气酒店都强。好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本来是让你帮着壮大陆家，现在景轩被打成这副样子，1000万还赔得不明不白，连和首富合作的项目都黄了。该死的贱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！妈，都怪程江和温暖，是他们煽动村民作对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让首富也帮他们。管家，你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老夫人，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研究出红宝石柑橘，就是华国首富啊！难道程江是首富？就是帮首富卖橘子的。怪不得首富那么生气，原来是我们毁了他的橘子。程家村还有什么动静？王老太家的母鸡一天下了2个蛋，还有李老头种的萝卜比去年大了3圈，还有就是村口新开了一家小卖部。就没有其他的了？还有，程江和温暖3天后又举办婚礼。什么？结婚？下去吧，有首富的消息再来报。好的，夫人。上次温暖和陆锦轩的世纪婚礼轰动全城，我绝不能比他差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陆家少夫人。妈，老话说新年结婚福气旺，我和锦轩的婚礼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？确实是时候该办了。那我现在就去联系江海酒店，京市最好的酒店得提前预约，然后再请李大师定制婚纱，他的手艺可是华国最顶尖的。站住！你是要办世纪婚礼吗？酒店选个中档的，婚纱随便租一件就行了。那也太寒酸了吧！你想想，自从你来陆家，陆家损失多少钱？你有什么资格办好的婚礼？对，条件就这样，爱办不办。我办。为什么温暖上辈子能够风光大嫁，我要受尽委屈？不行，我必须扳回一局。妈说的对，但温暖也要办婚礼，难免受人比较。其他从简，但菜品必须得用好的呀，这样才能彰显咱们陆家的体面呀。乡巴佬的席面也配和我比？好了，金河大房的食材是顶级宴会的标配，就定他家的。老公呀，还是你有眼光。这金河的食材一出，保证让所有来宾都赞不绝口，只记得咱们陆家婚礼的奢华气派了。陆家的颜面不能丢，给你们50万，再有差错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得妥妥当当的，绝对不让您失望。虽然是在家里办宴席，但全村人都会来，还是得让大家都吃好。那是自然。
少夫人好，少夫人好，你们好。请。嫂子，江哥建的这个大棚，平时都是供应高端宴席，这一下终于可以给你们自己的宴席用了。看看喜欢什么菜，走吧。走吧。不愧是金河蔬菜基地，这菜的品质就是好。只有这种高端的蔬菜才配得上我的婚礼。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赶紧挑。温柔，温暖，又是你们！温暖，这金河蔬菜基地里的蔬菜，只有我们这种豪门婚礼才配得上。像你这种乡巴佬结婚也敢用它？啊，没事儿，咱们还是不跟这两个傻子计较。我们还是赶紧先挑菜吧，后面还有好多其他的事儿要准备呢。今天再惹事，别给我饶不了你们！你个乡巴佬，你还想动手？山葵，辛辣清爽，可以跟其他菜搭配，作为开胃菜，我们就要这个，怎么样？山葵制作要求高，吃得明白吗？金河大盆食材每样都不贵，每天只供应10斤，你们吃得起？白芦笋，白芦笋开胃不辛辣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我们也要了。是不是我要什么，你都要抢走啊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买菜讲究的是手快有手慢无，谁让你没本事抢到的？哦，哎，我记得你们大棚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加特别的菜啊？确实有。玉馔三鲜是镇棚之宝，五色韭菜是太空培育，杨记是意大利顶级品种，豹子甘蓝是培育了3年才成功，外面有钱都买不到。我温瑶的婚礼就得要这种珍稀品种，这才配得上我陆家的排场，给我包下来。啊，等等，这些菜是我们先要的，谁先付钱就是谁的。哼，结账。啊，你算了，我们呢，不跟这种人计较。我这就给2位包起来。这种顶级食材给你们也是浪费，你们还是回家老老实实去吃农家菜去吧。温暖，现在这些菜是我的了，无论如何你都比不上我。 2位一共100万。100万？你抢钱呢你？一共才35斤的菜，怎么比黄金还贵？把你胡经理叫来。我们经理可没空管这些闲事。你平常的一些菜自然便宜啊，可你们要的是玉馔三鲜，每斤都要15万，自然呢就100万喽。你们是故意的，买不起就直说嘛，又没人逼你们要。100万就100万。锦轩，这太贵了，妈就给我们50万。闭嘴！陆家出不起这100万吗？包去。哎，江哥、嫂子，你们点的菜我已经给你们送回家了。走。哎，没付钱就要走啊？我们不需要买。温暖，你老公穷疯了吧？竟然开始说胡话了！你以为大棚是你们家的呀？说拿就拿。江哥、嫂子，觉得好吃，下次再来。好啊！你们居然和这个管理员同流合污，监守自盗！嘿，你不许走！我现在就把你交给你们胡经理，好好惩罚一下你！啊！你们没交钱就拿菜，这是偷！我可算是逮到你们把柄了。好狗不挡道啊！滚开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不许走！我不会让你们走的。放手！这样你们不仅要赔钱，还要坐牢。住手！住手！胡经理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今天可帮了你大忙。江哥、嫂子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来晚了。江哥，嫂子，胡经理，
这两货和管理员同流合污，想白买你的菜，没把他们送警察局就算了，怎么还对他们这么客气啊？干得不错，给你加工资。谢谢经理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。这100万的菜，你就这么免费送给他们了？我们棚子里的所有菜，他们想拿多少就拿多少。你疯了，这可是顶级蔬菜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必须给我们配送到家。胡说，我怎么不记得金河有这样的服务？一会儿把菜给嫂子送过去。好的，经理。哦，对了，把最顶级的张师傅也送过去，给江哥和嫂子处理食材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把菜挑好了，那我回家吧。回家。凭什么你们对他们服务就这么好啊？就凭他们的身份，在江哥和嫂子面前，你们陆家连提鞋都不配。说什么？温馨提示：预转3鲜，极为娇贵，冷藏保质期只有6个小时哦。你们这是欺诈，太暴躁了！你们要是再在这里耗着，6个小时都撑不了了。走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100万就给我买回来这么一堆垃圾，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妈，都怪我哪受的圈套，而且是锦轩他要付钱的。贱人还敢怪我！要不然你非要去买菜撑脸面，这种事情会发生吗？锦轩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去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你个废物，给我在这儿跪1天1夜！我不是废物。重婚一世，我绝对不能过得这么窝囊。我要做真正的少夫人，温暖3番4次的坏我好事。你不是要结婚吗？我这个做妹妹的送你一份大礼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转眼又到了办婚礼的时候。哎，温暖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身上弄得脏兮兮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去地里干活的时候，抓了点虫子回来。咦，你抓什么了？你现在怎么跟小强一样？这里边抓的不会是什么蟑螂、老鼠之类的东西吧？看，哇，萤火虫！我之前只在网上看到过，没想到这么漂亮呢。你不是怕黑吗？我看见这些发光的小虫子，我就想给你捉回来。成江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以后你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都给你搞来。哎，我还可以在院子里种一些你想吃的水果，什么葡萄啊、石榴。成江，这辈子遇到你真好。暖姐姐，虽然说你和哥哥结婚不能见面，但是作为你的娘家人，我会一直在这边陪着你的。暖姐姐，我们一起玩弹弓吧，我可是我们村最厉害的。哇，好呀！你竟然连婚礼都不通知我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爸爸？少来这套，看到你们我就恶心。你们这些坏人，出去！我们就是来找你商量件小事，你如果答应了，我们立刻就走。你们又想搞什么鬼？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我们呀，只想跟程江要点彩礼钱，不多，就100万。100万彩礼？啊，还没我昨天吃的小龙虾值钱呢。你们也太看不起我和姐姐了吧？不行，给你们100亿！哼！哎呀，你这小子是疯了吧？啊，这100亿可不是你吹牛就有的呀！我告诉你，只有在华国的首富家里才会有那么多的钱。
我们家就是不能告诉他。对，程江家就是农村的。当初你们把我嫁过去的时候，不是最清楚的吗？所以100万彩礼没有。他没钱就去找亲戚借啊，他白娶媳妇儿的，天下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就是，实在不行啊，就去借高利贷。这个年头哪儿还没有那100万呢？高利贷这种断子绝孙的生意，也就只有你文德海这么不要脸的人才能想得出来。你简直就是冥顽不化！我要这100万，是给你妹妹做嫁妆啊！有钱傍身，她嫁到陆家才会被人看得起。你这个坏人，凭什么要用俺姐姐的彩礼给她做嫁妆？就凭我嫁入的是豪门陆家，而她嫁的是乡巴佬，她的彩礼能给我当嫁妆，那是她的荣幸。温暖，我不指望你能给家里做什么，但是你也不要这么自私。只有妹妹好了，她才能帮助温家，温家才会好。温德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眼里还是只有利益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？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干什么？你不过是想靠女儿享福罢了。这个寄生虫！温暖，无论如何，他也是你爸，你简直大逆不道！你这个孽女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他要是不给我，我就亲自去要。我做了什么？暖暖，让我停止啊！程江，马嘎达姐姐，暖暖，暖暖，你们要是敢动程江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温暖，你就乖乖待在这儿，看着他把钱拿给我吧。暖暖呢？我警告你们，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保证整个温家都承担不起这个后果。你放心，我们就要这100万的彩礼。程江，你不要给他，还要把这钱给我要做嫁妆。程江，闭嘴！温暖，你享了那么久的福了，也该轮到我过好日子了。温德海，同样的事，暖暖这么狠心，你根本不配当他父亲。我花他点钱怎么了？你给我点彩礼怎么了？天经地义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是换成别人家，100万都是少的。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再不拿钱，我就要里面的人划来温暖的脸。程江，热暖，我给你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省得我们麻烦。温暖，看来这个乡巴佬倒是真的很喜欢你。不过要是拿了100万回去，锦轩肯定会对我更好。温阳，你休想利用我威胁程江，你做梦！没事吧？我身上没那么多钱，但这个绝对值100万。百达翡丽6101，至少1个亿。乡巴佬竟然有这么好的宝贝！一块破表能值多少钱？我们要现金。我们就要这个，爸。嗯。乡巴佬不识货，这个表可不值100万。啊？这么贵？好，我们就要这个表了。你没事吧？小江，哥哥，我也有保护好暖姐姐啊。真是个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以后要是再敢威胁程江，这个瓶子就是你的下场。你这个不孝女，我可是你爸呀！我没有你这样的爸，今天我就要跟你断亲。我把你养成这么大，你今天居然为一个穷小子要和我断亲，你就不怕别人戳你几两骨吗？该怕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这种把亲生女儿当筹码
卖女求荣的货色，你走在街上就不怕被人的目光千刀万剐，扒皮抽筋？爸，签就签，我马上就是陆家少夫人。以后我让你想的轻浮，他温暖10辈子都给不了。哼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这个爸，觉得我卖女求荣。你看好了，这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，一共是60.3282块5毛，我1分钱都不留，我全留给瑶瑶我当嫁妆，让她风风光光的嫁到陆家。那温暖，你这个外人，你1分钱都不配有。你的东西，暖暖1分都不会稀罕，因为我程家的一切，从今往后都是暖暖的。你想给就给，不过温暖，爸好歹也养了你这么多年了，那个手表得给我们。你这个贝尔狼，走就走吧，把表留下。你还真是贪得无厌，你休想！拿着它，从今往后，暖暖跟你们两清。程江，这表太贵重了，都是身外之物，如果能让你彻底摆脱它，太划算了。这里晦气，换个地方。给你，走。希望你不要为今天的行为后悔。傻子才后悔呢。就是，我告诉你，以后瑶瑶养着我呢，我日子过着好着呢。哼。好，祝你们得偿所愿。走。哎呀，这真的是价值1个亿的百达翡丽6101呀！瑶瑶，你家竟然有这种祖传的宝贝？是我爸无意间发现。反正我们家也用不上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就拿过来送给妈和老公了。真是个好孩子。这是我们陆家祖传的手镯，你拿着。愣着干什么？拿呀！谢谢妈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他们认可我了，我成为真正的陆家少夫人了。温暖，我并不比你差，我也做到了。夫人，华国首富送来他儿子结婚请帖。妈，这标志错不了，就是华国首富的请帖。妈，你们找了那么久都没有门路，没想到首富主动递橄榄枝，他肯定是看好我们陆家。这可是我们攀附首富的好机会，必须要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贺礼。这块表价值连城，送给首富，他一定喜欢。是啊，妈，我们陆家出头日子终于到了。大伙儿都来吃喜糖啊！这红烧狮子头啊，得炖透了才好吃。我再开大一点，去。这鱼啊，可得收拾干净，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兆头。大牛哥，欢迎，哎呦，欢迎，恭喜恭喜，欢迎，欢迎，一点心意。哎呦，太厚了，大家都是种地的，这就快，拿着吧。这些年你们帮村里搞产业，我们赚的比这多得多，而且我们打心眼里喜欢小江，他结婚我们高兴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哎，请里边请。哎呀，你们也来了！哎呦，找了大半个村子，终于找到这家办婚礼的了。哎，这首富也真是的，结个婚不在四季酒店，竟然选择在村里，这土路难走死了。哎，你懂什么？现在身份越尊贵的人越喜欢归隐。对了，现在程家掌权的是太子爷，待会儿说话办事都机灵点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讨好程少和少夫人。哎，小强，来，去接你哥你嫂子，哎，走。哎，哎呦，来了！新郎
来了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好帅呀，这精气神儿！新郎好帅呀！新娘好漂亮！哇，新娘子好漂亮啊！新婚快乐！新郎好帅啊！早上快乐！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半天，我们竟跑到这对乡巴佬的破婚礼来了，真是晦气！妈，我们走吧，去找首富家，别在这沾了一身穷酸气。妈，就是他欺负我和锦轩的，把我们陆家的尊严踩在脚下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到时候江城人怎么看待我们陆家呀？也好，现在离首富婚礼开始还有段时间，既然撞上了，就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知道，什么人是他们一辈子都惹不起。温暖，你不是要结婚吗？我就送你一个终身难忘的大礼。恭喜恭喜！终于接到了。黑媳妇，我们进去吧。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。又是你们来干什么？温瑶，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你要是敢闹事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就这么几桌寒酸的酒席就叫婚礼了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今天来不是闹事的，只是来讨个公道。只要你们跪下给我儿子儿媳认错赔罪，婚礼就能正常举行。你是疯了，还是脑子进浆糊了？想让我给你们跪下道歉，你们也配？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你们陆家的家教就是到哪儿都先让人下跪，在婚礼上让人家小夫妻下跪道歉，这还不算招事儿？脸真大！就是脸真大！想欺负小江和小江媳妇儿，先看我答不答应！啊！真以为我们程家村没人了？就是滚！哼，一群乌合之众！温暖，你们今天必须跪下给我赔礼道歉，否则婚礼休想进行下去。哎呀，好啊！什么人？我替他们道歉怎么样？妈，搞了半天就是派家里个老妈子替你下跪道歉，真是丢人！我看你们在陈家村以后，怕是头也抬不起来了。既然你愿意，我们没意见。哼，温暖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受过的羞辱千倍万补。道歉就该有道歉的态度，你跪下的时候，态度记得诚恳。你又打我！漂亮啊！你个乡野村妇！就你话多！干得好！秀娟妹子的战力就应该这样，不输当年呢。他的好不威武，打得好！咱妈这么厉害啊！我妈护短，谁要敢欺负我们家的人啊，她可厉害。什么东西，敢在我儿子儿媳妇的婚礼上撒野，把他们赶出去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你们敢？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是豪门陆家。哎呦，不就是有几个臭钱的陆家吗？谁家还没有几个钱了？是啊，就是。那华国首富程家呢？程家在说什么梦话？他说他是程家的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是他亲手给我们发的请柬。今天你们要是敢动我们一根手指头，那就是得罪了首富，没有什么好下场。程家，请柬是你给的。儿子，你请这家糟心人来干什么？爸，我自有安排。华国首富那可不得了，听说不仅有钱，还很有权势，城主都得礼让3分。整个华国商界，可没有人敢不听他的。这下完了，知道就好。只要首富一出手，这些小生意都得关张，到时候全都喝西北风去吧。你们肯定到死都想不到我们能得到首富的青睐。今天呀，你们这程家人是彻底栽了，死定了。我当然想得到啊，因为这张请帖是我送给你。温瑶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做梦都想巴结的华国首富程天明。大牛啥时候成首富了？
我们怎么没听说过？穷疯了，敢冒充首富！温暖，我以前只是觉得你自大，你现在竟然开始说胡话了呀！就你们这些人呀，就连首富家门口的狗你都不如。你们不要以为都姓程，还故意选择和程少同一天结婚，就可以谎称自己是首富了吧？一身土腥味儿，还想装豪门？哼！你们一直在找，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，却死活不相信，说你们蠢，我都是抬举你们。陆家呀，这眼界啊，哪怕就是比口气大半个格，也犯不着这3辈子来吃老本来过日子啊！你们不仅欺负我们陆家，还敢侮辱首富！妈，绝对不能让这种骗子打着首富的名头干这种上不得台面的破事。今天这个婚礼，我必须给你们毁了！不错，必须都砸了！今天让你们知道得罪我们陆家的下场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起来了！你们干什么？难道你们的生意全都不要了吗？我们之所以赚点钱，全靠小江他们。无论他们什么身份，都是我们程家村的人。我绝对不允许你们破坏他的婚礼！我不允许破坏他婚礼！还是这帮老伙计们真给力呀！王夏，这不会要打起来吧？妈，别着急，程江既然这样做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哎，来了！啊！哇，真是！天哪，这又是来了什么大人物了吗？哇，这排场！这一定是他带各位家主来给我们撑场子的。哥，你们来了，就是他们一家乡巴佬，羞辱我们陆家。程总好，恭喜程少新婚大喜！妈，他们好像真是黄国首富。我说的话你们不信，自然有人说的能让你们相信。哥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们一群乡巴佬怎么可能是首富？上次那1000万没给你教训是吗？谁给你的胆子屡次得罪首富？难道他们真的是首富？不可能，程家上辈子他就是个乡巴佬啊！程总、程少都是误会，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，这才有所冒犯。以前都是我们错，请您原谅我们吧。我刚才还听说要好好教训教训我。是我该被教训，是我狗眼看人低。对，我这里有珍贵的贺礼，就原谅我们吧。可这表呢，本来就是我的。唉，当初这块表呢，可是陆少峰不惜让人拿刀划伤我的脸得来。这表我们可不敢要。我没有。你个贱人！你说是你家祖传的，没想到是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拿到的。少夫人，都是温瑶一个人的错，和我们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是啊，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以后你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邀请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您非常欣赏我们陆家，想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就知道您大人有大量，会原谅我们这点。错，就是要让你亲耳听到，程家在此正式宣布，永久跟你终止任何合作。陈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们吧。陆夫人，我们赵氏集团与陆氏集团所有合作，从今天开始全部取消。我钱家也正式撤销对陆氏的所有融资，前期资金将按合同全部追回。我孙家也暂停与陆氏相关的一切项目。哥，我可是你亲妹妹，难道你要抛弃我吗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蠢造成的，怨不得别人。我有你这样的妹妹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完了，
全完了。妈，我们家真的要破产了吗？我刚刚待在陆家，我刚过上好日子，怎么可能破产呢？温暖，这些都是因为你，我杀了你！乡亲们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好，兄弟，赶出去！快滚，快滚！温柔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怪不得任何人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暖暖的婚礼。我们程家从今日起正式公布身份，温暖就是我程江名正言顺的妻子。借这个机会啊，我也宣布一件事，我正式卸任陈氏集团总裁一职，交由我儿子陈江接任。温暖就是我们陈氏集团唯一的总裁夫人。好，真好！大家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既然小风波已经过去，婚礼继续进行。好，请新人跨火盆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好，请新人互戴戒指。哥哥，你要好好对待暖姐姐哟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小强，遇上你嫂子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暖暖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哇哦！都是因为你，我们陆家才破产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娶了你？赶紧给我滚！我不走，老公，我爸给我银行卡里不是还有60多万吗50万算个屁啊！是吗？那个手表不是值1个亿吗？卖了它。秦氏都知道我们得罪了首富，现在谁还敢买我们东西啊？一定还有其他办法。别说了，赶紧给我滚！赶紧滚！放开他！妈，是他。她是你妻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来，瑶瑶，本来想给你办场盛大婚礼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不如今天就简单办个酒席，也算给你个名分，你看行吗？好，我答应。好孩子。陆景轩前世是金氏首富，这世肯定也会成功。我还能成为金氏首富夫人，我绝不能认输。瑶瑶，这些都是跟陆家关系非常好的叔叔阿姨们，还不快敬他们一杯？侄媳妇儿，只要你喝了这一杯，王叔我呀就把程琦的项目送给你们作为新婚贺礼。还不多谢王叔。秦轩，可是我酒精过敏了，要不你替我喝？快喝呀！程江，老婆，我在。你说陆家还能崛起吗？
不能。可是陆景轩确实挺有本事的呀。他就是个草包，别想他了。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沐浴露？跟你用的一样啊。为什么这么香啊？那你想闻闻吗？华国首富之子程江昨日与温暖结婚，许下甜蜜誓言。啊？他怎么是华国首富啊？怎么可能？那岂不是我失去华国首富老丈人这个身份？啊，没关系，瑶瑶可是豪门陆家的少夫人，她说她会养我的，我还有钱。爸，啊，瑶瑶，你是不是来给我送钱来了？送什么钱啊？陆家都破产了。破产？那陆家可是豪门啊，他背靠城主，怎么可能突然破产啊？你是在跟爸开玩笑吧？都怪温暖那个女人，她让程家封杀陆家，城主也抛弃陆家，现在全行业都没有人跟我们合作了。什么？这么说，这好日子过到头了？妈，陆家没钱，就让我去陪酒，我就见光明喝不了酒。陆景轩那个丧尽良心的，他往死里打我，那就是个魔窟，我不能再回去了呀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撺掇我跟你姐要那100万彩礼，我能和他断亲吗？这下倒好，我要不得罪上首富，我一辈子就花不完的钱。钱就知道钱，所以你现在是因为温暖比我有钱，你就要抛弃我了吗？我养你们就是为了养老啊！我现在好日子没了，我不该生气吗？难道就让我下半辈子天天吃馒头就咸菜吗？哼！所以你这段时间对我都是假的。文瑶，你在哪儿？给我出来！我不能让他找到我，我会死的。他在这儿，他在这儿！关东海，你这个臭他在这儿！我是你亲女儿，你就一点都不管我的死活吗？文瑶，你竟然敢逃跑！我今天要让你知道，在我面前逃跑的代价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晦气的东西！不行，我不能过这样的日子。明天就去找暖暖，只要我跟他好好道个歉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你爱吃辣椒，我们就多种一点，到时候做你最爱的辣椒炒肉。暖暖，我来看你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一看就是正经古董啊！用它来种辣椒是不是太可惜了呀？哎，手往哪放呢？我记得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。哎呀，暖暖，爸那是和你闹着玩的，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父女啊！爸爸怎么可能和你断绝关系啊？是吧？嘿嘿，那个小江，这以前啊，是我们之间有点小误会啊，多有得罪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这以后啊，我就把你当亲儿子看待。哎，你看，这是爸送给你的礼物。哎，你的东西我可收不起。哎，你看你说的，那你觉得不行，那咱，哼，咱就不要。嘿，以后想要什么，
跟爸说，爸给你买。行了，温德海，你少装模作样，你到底来想干什么？暖暖，我被温瑶给骗了，我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，我就要吃不上饭了，我就要饿死了。那钱不是你当初想攀附陆家，自愿给他的吗？我都是被他给骗的呀。暖暖，其实爸爸最爱的女儿还是你呀，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才与你断了亲。你放心，爸已经狠狠的把他教训了一顿，这以后啊，再也没有人能挑拨和拆散我们的父女关系了。温德海，你装乖卖傻，想抹掉之前犯的错，就想享受荣华富贵，世界上可没有这么好的事。温暖，我只不过想让你一个月给我1000万，这点钱对于程家来说，连粒芝麻都算不上吧？今天这个钱你得给我，你1分都拿不到。今天这钱你要是不给我，我还不走了。啊，温德海，你耍无赖是吧？温德海，你耍无赖是吧？你可真有本事啊你！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动你了是吗？程江，我可是你亲老丈人啊！今天你要是打了我，你这殴打老丈人的名声传出去啊，我看你们程家的脸往哪儿搁！今儿个谁也别想动我！谁打我？我李秀娟就专治你这种老泼皮！你什么破老丈人？我们暖暖都跟你已经断亲了，说出这种话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！今天我要不收拾你，我就不是陈大牛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我们是亲家呀！老远就听见这边有动静，大妞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，村长，我们在收拾个垃圾。哎呦，您就是村长啊？对，你好，我是暖暖的爸爸。本来我今天要好心好意的过来看他，没想到他竟然让这群人来打我！哎呦！哦，你就是暖暖的爸呀！哎呀，真是久仰大名啊！承让。这个孽女，她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程江，虽然他们家是首富，他也是你们程家村的人，但是你也得为我做主啊！啊，把这对夫妻还有他们家这恶霸都给赶出程家村！哎，行啊，带出去！把他们赶出！不是，是他俩！大妞，那我帮你们把垃圾带走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啊！暖暖，全村人都知道你有个丧良心的爸，他还敢来，就是找死！咱们村你俩也别待了啊！没事，就凭温德海动不了我。笨蛋哥哥，你该和暖姐姐去度蜜月了。度蜜月？结婚哪能不度蜜月呢？我跟你爸都帮你们收拾好了。暖暖啊，拿着，这是爸的私房钱，想买什么就买。谢谢爸。这是我们给你订的高级餐厅，全国旅行绝对浪漫。倒也不用这么着急啊。傻孩子，难道你就不希望2个人手拉手漫步在沙滩上，晚上坐在帐篷里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多浪漫呀！还有法国的普罗旺斯，漫山遍野的薰衣草花田，风吹过的都是香的。还有那意大利的威尼斯，坐着小木船穿行于水乡之间，什么意境啊！吃好吃的漂亮饭，穿好看的衣服，拍美美的照片，这些美好的时光可以珍藏一辈子哦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，我想过2人世界。走走吧。终于走了。我这之前呢，谈上百亿的生意啊，都没背着词嘞。耶！
伟强啊，你那么黏你的暖暖姐姐，她走了，你愿意呀？妈妈说等他们回来就会有小妹妹，我要漂亮的妹妹。哎，是漂亮小侄女，你要当小叔叔了。也是啊，这都结婚了，马上就能有孩子，有了孩子，我就是爷爷了啊！等这孩子再结婚，再生孩子，我就是太爷爷了啊！我要当奶奶了。对呀，哎呀。程夫人，恭喜您和程总结婚，二位能把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定在我们餐厅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程江他去停车了，一会儿就来，你先带我去包间吧。请。哥，哎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我现在正在兴头上，这样你多喝一瓶酒，我给你们陆氏多投资1万，怎么样？来，我来陪你喝怎么样？谁呀？程夫人。吴总，灌女人酒，你还真是好能耐啊！是她老公让她陪我来喝酒，我也只是跟她开个玩笑。程夫人，您就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滚！这就滚。怎么样？酒精过敏？怎么，尊贵的程夫人看到我这么狼狈，应该很满意吧？其实，你这一世经历，我上一世都经历过。陆家表面富丽堂皇，实际冷漠无情。上辈子我受尽了苦楚，这一辈子，我只想幸福安稳的过一生。可你呢？你只看到表面的光鲜亮丽。可我现在连表面的光鲜亮丽都没有了呀！你拥有一切，你现在有宠你的公婆，有爱你的老公，还有花不完的钱。温暖，为什么命运总是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你一直过得比我好？为什么你永远都这么好命？因为你太自私了。我太自私，我太自私。我上一辈子颠沛流离，我就想嫁个豪门，过个好生活。我有什么错啊？我有什么错？我问你，我有什么错？追求好的生活并没有错，可你错就错在你觉得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都该属于你。可你呢？你从来不愿意付出什么，你只会自怨自艾。温瑶，你这副嘴脸真的很难看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错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呀，温暖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呀！你已经无可救药了。温暖，吓死我了！我们走吧。放开他！温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好，但我要你离开温暖。你疯了！我已经过够了现在这种凄惨的生活，而且，如果我们没有换妻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半路逃走，程家他早就是我老公了呀，应该是我老公的呀。温瑶，她可是首富夫人，你有多少条命都赔不上，赶快放开她，放开她！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我就立刻杀了他！等等，你要多少钱？我可以给你。钱？那你能把程氏集团送给我吗？可以。程家，你还真是很爱温暖。
我现在就可以联系律师，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给你。可是我改变主意了，我现在就要程夫人这个身份。凭什么你们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只有我一个人痛苦？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好过。温瑶，你这个样子只会把自己逼上绝路的。你听我说，魏瑶，你有任何困难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废话真多！如果你现在不娶我，我就立刻杀了他，到时候你就只能看到他的尸体了。陆景轩来了。温暖，你敢骗我，我杀了你！你怎么样，哥哥？你没事吧？温暖，你这个女人，我杀了你！你还敢再来一次？你当我是死人吗？交给警察处理。走。温瑶，走到这一步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温暖，你给我站住！凭什么你过得这么幸福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！都给我滚出去！贱人，那可是首富夫人，你竟敢挟持她啊！没有，你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也就算，现在还要置我陆家于死地是吗？狠就对了，我今天就要打死你，让你长长记性。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，娶了你这个扫把星啊！什么眼神啊？啊！什么温瑶？我杀了你！你疯了！温瑶。陆景轩的葬礼我已经托人办妥了。陆夫人受了刺激，成了植物人，正在治疗。温瑶呢，虽然身体没什么大碍，但智力只停留在4岁多。或许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姐姐，给你，去玩吧。其实小时候我和温瑶关系很好，看得出来，他最近还挺黏你的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对我越来越疏离，甚至是恨我、厌恶我。这就像种玉米，明明种子都一样，长出来却各不相同。不要太纠结了。你这话说的倒也不错。那你会变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，我永远爱你。程江，如果我没有选择木筷子，是不是就不会遇到你了？这次不管你选择什么，我都会把你抢回来，不会再允许自己失去你。这一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……我也是重生的。暖暖，其实上辈子我就遇到过你，但你可能不记得我了。哎，你好，我已经等了1个小时了，一会儿还要给别人送货呢。你们要是不签收的话，我就不卖了。说了货单在管家手里面，你再等6个小时他就回来了。你个乡巴佬，怎么那么多事？哎，怎么了？少夫人。少夫人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，我来签收吧。哦。
谢谢。谢谢啊。所以，你那个时候就对我一见钟情了？后来我去查，发现你是温家人。如果当初你选择了木筷子，可能就嫁给我了。可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，恰巧呢，又碰到陆氏处于转型期，我就暗中帮了一把。所以，陆锦轩那些项目都是你给的，是你在暗中帮他成了京市首富。我以为你们感情很好，没想到他也是在利用你。我本来想叫你出来，但我赶到的时候，暖暖，暖暖，我以为会永远失去你，但没想到我竟然重生了。当我在睁眼的时候，我就回到了选期那一天。我想立刻去找你。哎呀，回到家以后啊，却发现你已经在了，就知道你也重生了。我一直以为我上一世是孤单一人，没想到还有一个人这么爱我。既然兜兜转转我们又在一起了，那就再也不要分开了。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多穿一点。对。哎呀，右边啊。右边一点啊。赶紧下饺子吧。新年新气象喽！希望弟弟的庄稼越来越好，希望我们全家都平平安安的。我看熟了没有？哇，可以了。小强，红薯好了，来吃吧。好香啊！哎，你还怀着孕呢，我帮你剥，太烫了。我也要剥。明年就要上1年级了，要学会自己剥，知道吗？哼，自己剥就自己剥。暖姐姐，我也帮你剥，我的一定比她的甜。好。来喽！哎，来吧，来，照相。走吧，小强，咱们去拍全家福了。来，走。拍全家福啦！爸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来了，暖暖，你站中间，妈站你旁边。右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你也快来吧！新年快乐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幸福在一起。